公元1210年，金朝派遣使者来到蒙古高原，使者要求成吉思汗跪拜接旨。在得知新皇帝是完颜永济以後，成吉思汗当着众人向南方吐了口唾沫，然後大骂金朝使者，說我以為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原来是这種庸懦之輩，我憑什麼要拜他呢？彼時的金朝依舊是東亞最強大的帝國，疆域遼闊，人口数千萬，空閒之士多達數十萬，而蒙古只不過是剛剛整合完畢的草原政权。双方的力量对比在世人眼中根本就不是一個量級的。可是歷史的逆轉往往就在轉瞬之間。1211年的8月，一場改變兩國命運的大戰在野狐嶺全面爆發了。金朝集結了舉國精銳，依仗山地險要，準備一舉碾碎蒙古人。而成吉思汗呢，同樣也做出了一個極其大膽的決定，他沒有分兵周旋，而是集中了所有主力，死磕金軍防線最狹窄的咽喉所在。這個地方叫做歡二嘴。說那一天野狐嶺的山谷裡是箭如暴雨，屍橫遍野，大金王朝最後的家底兒就在這場戰役中灰飛煙滅。很多人都知道蒙古帝國後來橫掃歐亞，卻很少有人知道真正改變歷史走向的第一場決戰其實就是在野狐嶺。金朝曾修築了龐大的邊境防禦系統，為何在蒙古鐵騎面前形同虛設？金軍統帥完顏成玉手握40萬重兵，為何會選擇最錯誤的消極策略？一個叫石抹明安的契丹官員，為什麼在最關鍵的時候突然倒戈投降？蒙軍名將木華黎又是如何在絕境中率領敢死隊發起那場震驚史冊的自殺式衝鋒？當時的戰場究竟慘烈到什麼程度？接下來咱們就來聊聊這場決定蒙古與金朝命運的、影響此後中國歷史走向和格局的野狐嶺之戰。蒙古和金朝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上一集介紹了從和不勒汗到俺巴还被虐殺，除了這些陳年恩怨以外，特別讓蒙古人憤懣的還要數從金世宗開始實施的滅丁政策。1161年前後在金朝的中都大興府曾流傳過一首童謠，說打得來打得去，趕得官家沒處去。這是童謠出自何人之手，為什麼會流傳，史書沒有記錄。我們只知道金世宗在聽到這首兒歌以後大驚失色，說這一定是蒙古和鞑靼人想要來作亂，隨後下令出兵征剿蒙古。從此以後，為了防止蒙古作亂，金世宗規定每3歲遣兵向北剿殺，每3年一次，金朝會派遣軍隊深入草原，清理殺戮蒙古部落的青壯年男子，以此維持雙方力量的不平衡，防止蒙古人變強大。這種不人道的防禦策略被稱為滅丁。在這個滅丁政策的影響下很長一段時間，蒙古各部只能過着離群索居的生活。那麼金世宗以後，到了金章宗時期，手邊的政策又逐漸發生了改變。本來呢，按照祖训，金朝一直以北守南攻作為基本策略，北面扶持了3個部落，塔塔爾部、汪古部、洪杰剌部，讓他們駐守邊界，南面全力對陣南宋朝廷。除了滅丁以外，金朝還沾染上了中原王朝的另一個老毛病，就是防秋。所謂防秋呢，大概始於唐中後期，因為每年秋天呢，都要征調關東的各道軍隊，分守長安以西的要害地區，抵禦吐蕃的侵襲。這種防守策略就被稱之為防秋。每到秋高馬肥，北方的游牧騎兵南下劫掠弱勢的這個中原王朝，就會採用這種被動防禦。北宋防備契丹，南宋防備女真，明朝防備蒙古，一脈相承，通通都叫防秋。那麼金朝的防秋有點意思，早些年女真人是被防范对象，到了後來呢，為了不讓蒙古各部形成威脅，他們也開始防秋。等金章宗上任以後，这个防秋幾乎就成了金朝君臣的口頭禪。與之相對應的是邊境線，尤其是北部邊境變得越來越刻不容緩。在剿滅了塔塔爾部之後
金朝為了維護邊境，不得不大興土木，修建了一條繼秦代萬里長城之後的第二大邊境築壘工程——金界壕，又被叫做金長城。這項工程開始於1190年前後，到1198年完成基本建設。防線總長度約為2500公里，東起大興安嶺南麓，由嫩江西岸穿越锡林郭勒草原，一直到陰山中段的大青山。除了這條主線，還有一條北部支線，大致是從今天呼倫貝爾根河南岸向西穿過滿洲里，入境俄羅斯，直達蒙古境內肯特山一帶，全長綿延大約700公里。兩條線加起來，如果再算上分布各地長短不等的支線，總長度也有萬里之遙。這套防禦體系，主壕寬5到6米，深4到5米，主牆寬8到10米，高6到8米。界牆大多是用黄土夯築，每隔一小段設有突出的馬面，出入有門，門外還有甕門。在一些關鍵區域，還額外加築了副牆和副壕。金界壕的後方相隔幾十上百米，還有方形樹堡，樹堡之間相隔5到10公里，樹堡的後方還有軍城，各個軍城相隔大約100里左右。這些大大小小的要塞是縱橫交錯，疏密相間，占據優越地勢，易守難攻，同時也花費了金朝相當龐大的人力物力。為了監視北方動向，金朝還在邊界設立了3大軍區，分別由東北、西北、西南3路招討司負責管理，用來對付和金朝接壤頻繁入境襲擾的草原各部。這個界壕和滅丁是金朝邊防的一體两面。界壕是守，建立物理屏障，減少日常的騷擾，降低邊境壓力。滅丁呢是攻，定期進入草原進行屠殺，主動削弱對方人口。界壕就像是金朝最外面的一層重鎧，突破了界壕，翻過了大山，如果想再進一步，還會有一個更大的难題，就是到這會兒已經發展了上千年，到宋金時期已經相當成熟的軍事工程學。過了界壕有邊堡，過了邊堡有軍城，過了軍城才是真正的城池。這個城池呢，一般呈正方形或者是長方形，四周圍起一圈高大的城牆。明代以前，中國北方多以夯土築成。這個夯土築成一樣可以很堅固。16國時期，赫連勃勃的統萬城就是其中的巔峰之作，征土築城，錐子都扎不進去。這種城池的基本防禦體系一般是離老遠就擺上帶刺兒的鐵蒺藜，然後是一堆能夠截斷道路的巨馬槍、半馬索和鹿角。千萬別小瞧這些，在冷兵器時代，這些陷阱對騎兵極不友好，很容易對馬匹造成傷害。而在這些路障之後呢，是一片由護城河、床子弩、投石機緊密構築的獵殺地带。只要被路障攔住，這個騎兵就成了活靶子，來犯之敵是有死無生。說我過去了這個獵殺地帶，終於到了城下了，還會有堪稱全方位立體掩護的瓮城和猶如迷宮一般的迷魂牆。不管是多麼勇武的騎兵，只要遇到這些陷阱，都很難全身而退。在這些防禦工事的後面，還有一群武裝到牙齒的守城士兵，只要有來犯之敵，弩箭、石炮、滾木就會混雜着滾燙的油和糞便傾瀉而下，加上什么火球、火药箭、飞火槍這些殺傷性的武器，想要強攻難度是着實不小的。面對這些擺在眼前的困難，已經3次征討西夏的成吉思汗究竟會如何破解呢？公元1211年新興的大蒙古國迎來了他們開創歷史的一刻。成吉思汗宣布正式斷絕蒙古與金朝名義上的臣屬關係，在克魯倫河畔的一座高山舉行了盛大的祈禱儀式，男女隔離，子女母親隔離，3日3夜不得簪花戴帽，人畜不得進食哺乳，誠心誠意向長生天祈求此去復仇伐金，
上天庇佑，大獲全勝。這是蒙古第一次踏足中原，也是成吉思汗籌備多年的一次巨大冒險。蒙古人以游牧為生，以部落為組織，概同軍旅，民眾全年野居。那個小孩從出生開始就睡在馬背的搖籃裡，3歲就開始學習自己牽馬鞍上的繩索，4、5歲父母就要求他們夾着小弓短箭跟隨大人射獵。這樣長大的孩子基本上是個頂個的身手矯健，想不弓馬嫻熟都難。蒙古的轻骑兵一般是身着轻便皮甲，優秀射手要拉得动射程在300到500米的复合弓，隨身携帶环刀、长短槍等等近戰兵器，常備满箭箭筒2到3個。蒙古的箭簇制式多樣，為了節省資源平時訓練狩獵會用到骨簇、木簇，等到了戰場上作戰的時候，就必須要用到鐵制箭簇了。铁木真和扎木合決戰有過一次阔邑田之戰，這個阔邑田的遗址在今天內蒙呼倫貝爾。2000年以後，這個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金屬箭簇，考古人員對這些箭簇進行了分類，其中主要包含了這麼幾種。第一種也是最常見的3棱锥形箭簇，橫截面呈三角形或者是3棱狀。这种箭穩定性高，而且穿透性极强，可以輕鬆穿透皮革護甲，甚至是一些輕質金屬甲也不在話下。第二種寬刃葉形箭簇，特點是簇身扁平且寬，刃部鋒利，柳葉或薄片狀比較多見。它的主要用途是擴大傷口面積，以敵方士兵裸露的皮膚或者是敵軍戰馬為目標，造成大出血以後讓對方喪失行動力。第三種4棱或锥形箭簇，這種呢可以理解為3棱箭的升級版，比3棱箭要更加厚重，比較適合在遠距離射擊時候保持穩定，或者在攻坚戰中對付較厚的防禦。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傳》裡有一位叫哲別的神射手，小說裡是郭靖的劍術恩師。歷史上真實的哲別原本是鐵木真的死敵，在戰場上一箭射中鐵木真，導致鐵木真徹夜昏迷，差點就死了。幸虧大將折了滅，整晚守護左右，吸出淤血，這才保住性命。戰鬥結束以後呢，鐵木真就詢問俘虜說，是誰一箭射中了我呀？哲別這時候的原名叫基爾霍阿歹，主動站出來承認，說是我射的那一箭。鐵木真非常欣賞他的誠實和勇氣，當場將其收為部下，並且賜名哲別。哲別的蒙古語義是箭簇的意思。後來這個哲別就成為了鐵木真麾下4位頂尖大將之一。這4個人正式稱號叫做4犬或者4獒。還有一個說法是說，哲別當年射中的其實是鐵木真的戰馬。甭管是人是馬，弓箭在當時戰爭中的重要性，通過這一個小插曲大家可以感知一二。那麼弓箭和射手都是蒙古在征戰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杀手鐧，還有一個必不可少就是戰馬。戰馬方面蒙古人骑乘的是一种個頭矮小、強壯並且異常堅韌的馬匹。蒙古人在馴馬上有一套自己的理論，這個小馬驹生下來前1-2年先在草原上自由生長，發育到一定程度以後苦騎而教之，會進行高強度的長途奔襲，不是普通慢跑那種，而是模擬實戰中的連續奔襲，目的是激發並篩選出馬匹最深層的耐力基因。不僅要訓練耐力，還要磨練馬匹的性格，讓它上了戰場，即便是面對刀光劍影也能保持冷靜和服從，最終達到千百圍群，技無嘶鳴。在作戰之前有一個特殊環節，蒙古人會限制馬匹的飲食，然後持續騎行，一邊讓它餓着肚子，一邊訓練它。到什麼程度呢？直到这匹馬耗盡體內赘肉和多餘水分，變得皮堅骨硬為止。這樣的馬跑上幾百里地依然能夠自然無憾，十分適合長途遠征。這種訓練呢，讓蒙古馬就具備了極其卓越的戰場表現。比如
能夠忍受行軍10多天而不食粮草，在摄氏40度至零下40度這種溫差之下，依然可以維持站立，對命令反應極快，能理解主人的意圖，根據指令前進、後退或者是臥倒。有了這種戰馬，再加上蒙古人的骑射技藝，這就為蒙古騎兵戰無不勝打好了基礎。如果是在野外啊，蒙古騎兵有这麼3大制胜法寶：一為機动性，二為火力迅猛，三為詭計多端。御敌之後，他們往往會集中火力，離老遠就射過了一輪箭雨，或是襲擾，或是破壞。接着他們會成批次持突衝陣，一邊在馬上馳騁，一邊連續射擊。這第一輪衝擊啊，如果敵陣不為所動，在距離40-50米左右射出最後一波箭雨，然後他們就拨馬便走，退回本陣。你如果發起反衝鋒，他們還能人在馬上扭回頭向後射箭。不論眾寡，都是這樣长驅直入。一輪過後，緊接着又來一輪衝擊，就這樣循環往復，連綿不斷。正面是這樣硬剛，其實左右後方都安排了伏兵。過不多時，一聲號角起，是四面八方響應，持突掩殺，縱橫交錯。敵軍要是這時候敗下陣來，他們還會持續追殺，幾乎無休無止，直到敵人全軍覆沒。這種戰術來自南宋人的記錄。除了這些呢，還有示弱誘敵、虛張聲勢、聲東擊西、側翼包抄等等戰術互相配合。總而言之，蒙古騎兵啊，稱得上是當時世界範圍內最為強大的野戰軍。統領着這樣一支軍隊，在金大安3年，公元1211年春2月，成吉思汗和10余萬人馬來到金朝邊界。他的身後有由他本人親自掌控的1萬多怯薛禁衛軍，然後是左右兩翼萬戶長木華黎和博爾竹。接下來是4位以勇猛忠誠且具備強大戰鬥力著稱的開国驍將哲別、蘇布台、哲勒灭和忽必來。成吉思汗在用人方面不拘一格，喜歡廣納賢才，任用勇將，即便對方曾是自己的對手，像哲別這種降將，或者博爾忽這種從戰場撿回來的義弟，不論地位尊卑，都有機會依靠戰功跨越階級，魚躍龍門。蒙古這邊呢，已經做好了戰鬥準備，那麼此時的金朝又是什麼狀態呢？铁木真啊，瞧不上金朝的新皇帝。这位新皇帝呢，就是史称金魏少王的完颜永济。铁木真還沒有統一蒙古的時候，俩人曾经有過一次會面。那個時候完颜永济還是魏王，代表金朝到邊境接收蒙古的歲幣和貢品。已經是草原梟雄的鐵木真在會面中故意表現出態度傲慢，借此觀察金朝統治階層的反應。完颜永濟啊，性格庸懦，面對鐵木真的挑釁，這個那個，只會照本宣科，明顯氣場不足，沒有王者威嚴。那鐵木真是什麼人呢？幾次死裡逃生，在他的眼中，實力才是生存的唯一真理。鐵木真由此判斷說，這個皇叔是一個庸碌之輩，金朝王室已經腐朽。果不其然，自打這位魏王登了基，大金國就沒有消停過。在中都大興府啊，有一陣子是經常發生莫名其妙的火災。那個街頭巷尾呢，有傳言說，凡是起火的人家啊，牆壁上都有紅色標記，不知道是妖魔鬼怪還是什麼地下組織，誰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着的火。但是大火波及的範圍多達3萬多戶。這火災消停了吧，又突然刮起了大風，狂風裹挾着沙塵自西北方向席捲而來，昏天暗地，發烏折木，連一處城門的門栓都給吹斷了。您就想這風得多大吧。大風吹過去了，又鬧起了旱災。明明到了收穫季節，愣是顆粒不收。這年呢，過了中秋以後，又出了一檔怪事兒。每天入夜7、8點鐘左右，那個守夜的梆子一響，夜空之中從打東邊和西北方向噌的一下就冒出一片白光，那個光芒耀眼的程度呢，就好像剛升起的月亮一樣。這麼一個奇怪的天象持續了足有1個月。這還不是最奇的，
在中都的北邊啊，有一座唐代留下来的佛塔，叫做護國仁王佛壇。從打前年年底就有人看到說，護國佛壇跟前有火苗子從地底下蹿上來，一蹿就有2-3尺那麼高，人一靠近，這火苗就消失不見。一连10幾天之後，終于有一天，这个護國佛壇突然就起了火，只顷刻之間，熊熊烈焰就吞沒了這棟建築。那個魏少王完顏永濟啊，從皇宮離老遠看到火起，趕緊派人去說那有塊匾額啊，是當年唐代虞世南的手書，珍貴無比，務必搶救下來。可惜火勢實在太大，老百姓都傳言說天降災禍，這根本就不是凡人能招架得住的。最後甭管是虞世南的墨寶，還是唐代遺留下來的護國神壇，連同周邊大片民居也一樣化為了灰燼。天災人禍是頻繁不斷，完顏永濟呢就趕上這麼個時期。那麼魏少王完顏永濟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金史記載的這位魏少王啊，是長身美髯，儀表堂堂，天資簡約，不好華飾，金世宗完顏雍第妻子，金章宗完顏景的皇叔。於眾兄弟之中，他是最人畜無害的老好人。金章宗呢，正是看中了他的這個好字，認為好拿捏，可以托付。於是在病危之際，由於沒有子嗣，金章宗召見皇叔魏王完顏永濟，以太祖皇帝傳授之功的名義，將皇位暫時傳給他，同時又在私底下留下遺詔，有2個妃子正懷有身孕，如果生下來是男孩，那麼再由魏王把皇位傳回給章宗自己的子嗣。就好比一場球賽，眼瞅着就要踢完了，可是一直沒進球，強行要求加時，叔叔作為替補上了場，侄子說，叔你要挺住，我後面有2王牌球員正坐着火箭往這趕着，不求你有功，但求你無過，只要平穩過渡就萬事大吉。問題是這位替補隊員上了場，他就不想下來了，不希望自己只是替補，你的那2王牌不是正坐火箭奔赴現場嗎？我把你火箭摁下來不就結了嗎？於是啊，這個侄子去世沒多久，一向被視為懦弱的叔叔啊，一改往日做派，露出了鮮亮的獠牙。完顏永濟在登基以後，迅速推翻對章宗的承諾，設計殘害了金章宗的遺腹子和後宮，捎帶腳把自己兒子立為皇太子，徹底斷絕了皇位回歸章宗一系的可能。這裡邊我估計最樂的得是完顏永濟這個兒子，原本只是3流球員，這一下就進了國家隊。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麼一個超級腹黑的老好人，笑面虎，是不是在治國理政上也能有點不同凡響的舉措呢？並沒有。金史對他的評價是：魏王勤儉，重惜名器，教其行事，忠才不能及者多矣。這個人生活非常節省，而且不隨意封官許願，對朝廷的官職和名譽看得很重。如果單看為人處事的細節，很多中等才能的人都還不如他。簡單來說呀，魏少王是一個生錯了時代的凡人。如果是在太平盛世，或許能做一個安守本分的平庸之主，但是面對成吉思汗這種千年一遇的對手，就好比球隊分到了死亡小組，他的平庸無能就一下子成了災難。魏少王執政時期在戰略上一個巨大失誤，千不該萬不該，就是他背棄了一直以來的臣屬與盟友西夏。對金朝來說呀，西夏是抵禦北方的側翼屏障，只要西夏不倒，蒙古就無法全力南下進攻中原。那麼成吉思汗非常聰明，在全面對金作戰以前，他決定要先解決西夏。西夏的襄宗皇帝李安全緊急派出使者向宗主國金朝求援。當時金廷內部呢有個激烈的辯論，但是魏少王完顏永濟最終做出了一個震驚後世的決定，他拒絕出兵救援，理由呢是敵人相攻，吾國之福也，何患焉？敵人們自己打起來了，那是我們國家的福氣啊，有什麼好擔心的呢？西夏在孤立無援，首都幾乎被淹的情況下，最後被迫向蒙古屈辱求和，獻出女兒聯姻，賠償大量財物，並且承諾改為效忠蒙古。西夏人對金朝的見死不救，
汗赤如骨。西夏襄宗隨即公開宣布和金朝斷交，並採取了富猛伐金的国策。從此以後，原本是金朝防禦屏障的西夏，變成了蒙古進攻金朝的急先鋒和物資供應站。魏少王完颜永济是看着鄰居家的这個房子着火而不救，最後這個火勢順着牆頭直接燒進了他自己的臥室。金朝評價忠才不能及者多也，還是太含蓄了。對內狠辣，對外愚昧，我想或許才更準確一些。野狐岭這個地方具體位置啊，在今天河北省張家口市張北縣和萬全區的交界處。它是蒙古高原南緣的一道險峻山嶺，地理位置極其關鍵，是連接塞北游牧地區和中原農牧地區的軍事要道。所以這個野狐嶺呢，還有另一個名字，叫做鄂狐嶺。南望崇山疊嶂，北看大漠茫茫，自野狐嶺向南就是利于鐵騎馳骋的一馬平川。這裡到金中都的距離大約在200公里左右，所以在金元時期，這裡就成了內地人前往北方草原的必經之地。長春真人丘處機帶領弟子北上覲見成吉思汗，就曾路過野狐嶺。然而在公元1211年，這道橫斷南北的自然分界線給史書留下的不是它的自然風光，而是金蒙兩國地位逆轉的關鍵一戰。就在這年年初啊，成吉思汗還在備戰的時候，金朝的一員叫納哈買柱的邊將敏銳偵察到了蒙古軍隊的異常動向，並緊急趕回中都，向魏少王完顏永濟報告說蒙古即將發兵南下。那麼魏少王呢，這時候還是比較後知後覺的，即便使者被唾罵，蒙古人開始在邊境集結，他仍然比較樂觀地認為這只是局部摩擦，蒙古蠻夷不懂禮數，並不是全面戰爭的信號。所以他給邊將納哈買柱啊定了個擅生邊隙，謊報軍情，不僅不採取防禦措施，反而將納哈買柱打入天牢。這年2月，成吉思汗率領蒙古大軍從切鲁連河上游南下，在汪古部的引導下，繞過金界壕，進入陰山以南，經由西夏向金朝的撫州地區，也就是今天河北省張家口市張北縣一帶發起了試探性進攻，很快就占領了金軍的一個重要邊堡烏沙堡。金朝前後幾十年的心血，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打造的第一道邊防線，就這樣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被蒙古軍隊輕鬆繞過。隨後3個月，蒙軍又退回到陰山以北，在草原上避暑休養。納哈買柱被囚之後呢，魏少王一直抱着僥倖心理，絲毫不認為蒙古會大軍來犯，既沒有加強北方邊防，也沒有整頓軍務。這年4月，邊關失守的消息傳回中都，金庭朝野震動，魏少王這才大驚失色，如夢初醒，倉皇下令釋放那個納哈買柱。可是這時候納哈買柱已經在獄中含冤而死了。在界壕以南啊，分別有撫州（今天的張北縣）、昌州（今天內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9連城）、環州（今天內蒙古正蓝旗一帶）、撫、昌、環這3座邊防重鎮就好比3道防線，其中的撫州最是關鍵。一旦占據撫州，另外2州會不攻自破。魏少王派往撫州的，一個是平章政事都擊司中，一個是参知政事完颜成玉，都是朝中的高官，也都具備一定的邊防經驗。派了这2人前去撫州調集兵馬，準備迎戰。同時呢，又命令西京留守格什烈呼沙虎從西面牽制策應。轉眼到了7月，蒙古大軍再次南下，魏少王在驚恐之下派人前往蒙古大營求和。成吉思汗當時已經決心滅金，而且對魏少王極其蔑視，因此斷然拒絕求和要求，親率精銳以哲別為先鋒，直接突襲了撫州境內的兀越營，緊接着就再次占據了烏沙堡。消息傳回中都，魏少王認為是主事的都擊司中不稱職，臨陣換帥，撤掉都擊司中，改由副職完颜成玉接替主持西北戰事。這位完颜成玉出身金朝宗室，臨危受命，可是偏偏完全是
公務員心態，根本沒有死戰之意。烏沙堡失陷，已經是前線總指揮的完颜成玉甚至都不敢應戰，主動撤退到宣平府，將抚州、沧州、環州3座重鎮拱手讓人。西邊的西京留守格什烈呼沙虎同樣沒好到哪兒去，面對蒙古軍隊進逼，一箭不發，直接棄城逃跑，中途呢遭遇劫機，傷亡慘重。這年9月，在戰局不利、接連失守之際，經過從各地調集精兵良將，在野狐嶺一線布防。元朝和南宋的記載說，金朝這回的總兵力高達40萬到50萬，這個數字啊應該是有所誇大的，這其中應該包含了大量的民夫和二線部隊。可以明確的是，肯定是一支大部隊，具體兵力應該遠超成吉思汗的人馬。那麼完颜成玉呢是金军的第一统帥，除了他以外，還有2個重要将領，一個叫格什烈九金，明以後的史料將其稱作完颜九金，主要負責前線指揮。還有一個就是因為抗擊南宋有功，名聲大噪的扑辛万奴被調來負責监軍。就在這一期間，魏少王派遣石磨明安前往蒙古大營，一方面探听虚實，觀察成吉思汗的兵力和意圖，另一方面是緩兵之計，透過外交談判換取金軍集結精銳的時間。這裡需要交代一下石磨明安這位人物。在遼金元這段歷史中啊，石磨是一個極其關鍵的姓氏。契丹人建立了遼國，遼國有2大核心家族，分別是耶律氏和萧氏。这个石磨氏呢，其實是萧氏的一個分支。石磨明安的祖輩在遼代就已經是高級將領。金朝滅遼以後，他的家族呢被迫臣服，但是依然保留了相當大的地方勢力和聲望。身居高位，出身貴族，在北方邊境的契丹部眾之中擁有極高的號召力。所以成吉思汗在接見石磨明安的時候，並沒有把他當作敵國使節，而是有心無心的說了這麼一句，說你是契丹人，蒙古和契丹是同祖同源，女真人是你們的世仇，為什麼要為他們這麼賣命呢？石磨明安是怎麼應對的呢？他的轉變是瞬間倒戈，當場向成吉思汗下跪，並且交出了極其關鍵的軍事情報。他告知成吉思汗說，魏少王啊已經動員全國精銳，正集結在野狐嶺一帶，試圖利用險要地形進行決戰。除了兵力布局，石磨明安還提供了一處地理盲點。這個野狐嶺呢是東西走向，他詳細描述了有一個叫歡兒嘴的所在，是金軍防線中最脆弱也是最容易被穿透的咽喉要道。有了石磨明安的情報，又安排了探馬仔細探查，成吉思汗終於確信，這個野狐嶺就好比一條長蛇，而歡兒嘴就是這條長蛇的7寸。他馬上做出安排，採取重兵一路突破的打法，親率10萬精銳集中攻打歡兒嘴。兩軍很快全都抵達了前線，開始試探性交手。雖然都還留着點心眼兒，但是戰場廝殺還是異常慘烈的，整整打了1天，戰線絲毫未變。歡兒嘴的確是咽喉不假，但是地形陡峭狹窄，蒙古騎兵難以施展衝擊力。太陽是眼瞅着就要落山，金軍那邊呢已經準備就地紮營了。就在這麼一個時候，蒙古左翼萬戶木華黎站了出來，向成吉思汗主動請纓，說敵眾我寡，不豁出命廝殺，恐怕不易取勝，若不破此軍，我誓不生還。在徵得大汗同意之後，木華黎命令部下全部下馬步行，手持長刀盾牌，以敢死隊的姿態向上仰攻。木華黎手持一杆長槍，大喊着率先衝入金軍陣中。敵軍放棄了馬匹優勢，改用步兵近身肉搏，這種打法瞬間讓金軍上下不得不同樣拼死抵抗。這支步兵化的蒙古軍就像一根楔子，死死釘入了完颜成玉的前鋒部隊。金軍雖然人數眾多，但是在狹長的歡兒嘴，真正能與木華黎交手的只有最前面的幾百人。顷刻之間，雙方死傷無數。就在混亂之中，木華黎隱隱約約看到遠處金軍的帥旗正在迎風招展。借助石磨明安提供的情報，他果斷下令全力衝擊，
直取完颜成玉的中軍大帳。盟軍的這支敢死隊很快就打開了一個突破口，衝出了歡二嘴，眼前稍微開闊了一點，木華黎的部隊立即換回馬匹，騎兵重新上了馬，就好比魚兒得了水，一個衝鋒就殺到金軍中軍。完顏成玉的中軍突然遭受猛烈攻擊，漸漸就亂了陣腳，有士卒開始不聽指揮，止步逃命。後方的金軍看到前方中軍旗幟搖晃，潰兵揮勇，一時間也跟着軍心大亂。眨眼的功夫，木華黎的大軍已經殺到，金軍開始向後方潰逃。剛走出去不遠，卻發現又一支盟軍已經等在山谷的另一端了。原來這個成吉思汗和木華黎並非只攻打這一點，他們分出幾支小隊，在崇山峻嶺之間尋找縫隙，繞到金軍後方的這支部隊，指揮官正是蒙古兵將哲別。完颜成玉在野狐嶺修築了大量的防禦工事，但是有石抹明安的指引，哲別率領精锐骑兵從小路繞過野狐嶺主峰，完成了側翼迂回。這下金軍是前有猛虎，後有豺狼，腹背受敵，兵敗如山倒，人馬踐踏僵屍百里。丘處機後來路過野狐嶺，曾在詩中提到說白骨如蟒，布滿山嶺。波斯文史書《史記》也說，整個原野都充滿了血腥氣。蒙古騎兵呼啸而過，追逐着四散奔逃的金軍，死者是蔽野色川，各類辎重粮草堆積如山。前線指揮格什列九金力戰而死，主帥完颜成玉一路溃逃，跑出去180里，金軍剩余的主力都跟隨着他，一起來到一個叫快河堡的地方，被成吉思汗的精锐骑兵給追上了。雙方在快河堡又展開了長達3天的激戰。蒙古大軍是氣勢如虹，金軍則因為連日奔逃，雞皮交加，並且主帥已經喪失了鬥志，最終支撐不住，再次遭遇了慘敗。完颜成玉好似驚弓之鳥，丟下部隊，只身一人從小路向南方瘋狂逃竄，一路就奔回了中都。野狐嶺之戰的慘敗好像一道陰影，徹底籠罩了金朝的國運。經此一役，女真人呕心瀝血數十年所建構的西北精銳防線，一朝之間灰飛煙滅。此後的10年間金軍仿佛被抽去了脊梁，再無能力和蒙古鐵騎進行旗鼓相當的正面野戰。消息傳到南宋，甚至有傳言說金朝為此投入的100年兵力全都已經潰散殆盡。金史中更是直截了當地說，金之亡決於失意。這場戰役過後，蒙古軍勢如破竹，接連攻陷宣德府（今天河北張家口宣化區）、奉聖州（今天张家口涿鹿縣）、德興府（今河北懷來縣）。自此向南金朝中都的最後一道防禦屏障，只剩下一座險峻的居庸關。這座控扼太行山軍都行的關隘，雖然號稱萬夫莫開，可是卻中了哲別的調虎離山之計。守關金軍被輕易引出，隨即慘遭殲滅，關口轉瞬易手。不久以後成吉思汗將他的大帳扎在了居庸關南側那片開闊的龍虎台上。此地距離中都已經不足100里，極目遠眺，平原盡頭那座壯麗巍峨的都城已是隱約可見。那個奉命前出的蒙古哨馬正立於高處，俯視着這座即將迎來風暴的帝都。好了，讀歷史知善惡，感謝您的收看收聽，這裡是烽火照東南，慢聊蒙金戰爭的第2集。如果喜歡，歡迎熱推我的視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